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肖战奖项加作品加数据3重破圈，谁还说流量没实力？热搜上那句肖战3大赛道推荐值均破1000万，我一开始还以为是粉丝自嗨的营销话术，点开数据一看，好家伙，原来人家是把不偏科3个字给量化了，想装看不见都不行。说实话，微博电影之夜这类线上推荐活动，大家都心知肚明，热度是一回事，赛道设计是另一回事，而真正能3条赛道都跑出1000万级数据的，放眼望去还真没几个。因为娱乐圈这地方，人一旦红起来，短板就跟放大镜似的，藏都藏不住。结果呢，肖战在年度喜爱影片、年度瞩目影人、年度银幕搭档这3条赛道里，推荐值全都冲破了1000万大关，而且还是本次活动里第一个达成的影人。这个数据在微博电影之夜相关页面和官方发布内容里都能对上，没什么听说疑似，就是明晃晃摆在那儿。你看啊，一条赛道破1000万，算人气在线；2条赛道破1000万，算粉丝够拼。3条赛道一起破1000万，那就不是某个群体一股脑冲塔的单一叙事了。因为这3条赛道考的东西不一样，年度喜爱影片看的是作品触达，年度瞩目影人看的是个人关注，年度银幕搭档看的是合作化学反应。我就纳闷了，娱乐圈里最常见的偏科是啥？典型就是人红剧扑，或者剧火人不稳，再或者单打独斗行，一到搭档就被吐槽没火花。观众眼睛可毒着呢，您别拿滤镜当遮羞布。而肖战这次的有意思之处，就是3条线一起抬升。粉丝当然是动力，但粉丝也不是永动机，长年累月的推得动，往往是因为推得值。不然你让咱普通人试试，天天早8晚10还去打头，谁受得了啊？火箭般的75天，热度增长的规则颠覆。这事儿的从75天前说起。2026年3月9日，肖战凭《藏海传》拿下 SMG 电视剧品质盛典年度卓越品质之星。4月29日，又凭《得闲景致》成为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首位90后影帝。5月21日，再添一座国际影帝奖北京海燕奖最佳男主角。75天之内，电视剧视帝、大学生电影节影帝、国际电影节影帝3座奖杯接连入账。多家媒体评价他由此成为90后演员中首位同时手握电视剧与电影2大权威奖项的影视双帝。这还没完，紧接着就是微博电影之夜3项破1000万的数据轰炸。你说巧不巧，奖项刚拿完，数据就爆了，这节奏感就跟提前排练过似的。我以前在媒体做娱乐口也干过几年，见过太多热搜体制艺人，风一吹就上天，风一停就落地，数据像气球，戳一下就瘪。而真正稳的那种，数据会更像地基，平时不吭声，关键节点一测，嘿，扎得特瓷实。肖战这次的走红逻辑，明显已经从单一流量驱动转向了专业背书加大众热度双引擎驱动。奖项是专业认可，数据是大众反馈，这2样东西以前在娱乐圈往往是2条平行线，现在倒好，在他这儿成了螺旋上升的助推器。奖项与数据的双螺旋专业背书如何催化大众热度？先说奖项这条线。本届金海燕奖最佳男主角提名名单堪称死亡之组，与肖战同台角逐的包括黄晓明、朱一龙、刘昊然、彭于晏、成龙等多位实力派演员。能在如此强劲的对手中突出重围，分量之重不言而喻。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那个奖更有意思，它不是某些平台靠数据刷出来的野鸡奖，而是全国大学生一票一票投出来的真实选择
75%的投票权重握在年轻人手里，剩下25%才交给专家评审。大学生群体向来眼光最毒，他们不认流量，只认作品，不追热度，只看实力。肖战能从这里杀出来，说明他真的用角色说服了那些最挑剔的年轻观众。再说数据这条线，微博电影之夜线上推荐活动，肖战在3个赛道的推荐值均突破1000万，成为本次活动首位3大赛道推荐值全部破1000万的影人。这数据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测的不是同一件事，年度瞩目影人破1000万，测的是路人愿不愿意为一个名字按下那个推荐按钮。这个赛道里，肖战主要的对标者是易烊千玺、谭健次，这些人都是实打实有作品垫底的人，不是那种靠超话签到混日子的榜单。更关键的是，多方数据交叉显示，这批流量里有近60%来自30岁以上的非粉丝受众。换句话说，很多人推荐他，不是因为他是谁的偶像，是因为看过《德贤锦志》里那个钱公。你看，奖项荣誉提升了公众关注度与参与度，形成了获奖热议数据飙升的循环。以前是先有流量，后有作品，现在是先有作品，后有流量。这顺序一颠倒，整个游戏的玩法就变了。从粉丝热度到作品热度的迁移，破圈效应的关键一步。说到作品，就不得不提《德贤锦志》这部片子。投资仅4000万元的中小成本电影，在《阿凡达3》和《疯狂动物城2》等好莱坞大片的夹击下，凭借口碑完成15次单日票房逆跌，最终斩获4.12亿元票房，登顶2025年冷档期国产片冠军。这个数据意味着什么？全年500多部电影上映，真人电影破4亿的国产片一共才12部。而《德贤锦志》是这12部里唯一一个不是在春节、国庆这些热门档期上映的。更让人惊讶的是观众构成，35岁以上观众占比超40%，粉丝贡献票房不足20%。这意味着肖战彻底撕掉粉丝像艺人的标签，凭借扎实的角色塑造力，征服了更广泛的圈层。为了演好那个叫莫德贤的底层钳工，肖战剃了寸头，晒黑皮肤，减重15斤，把自己彻底变成了一个满身油污的糙汉。他提前3个月苦练南京方言，练到准确率高达92%，连手指缝里的污垢都刻意留着不洗。片场40度的高温下，他顶着寸头，浑身油污，一遍遍重复钳工的操作动作，手掌磨破了都不吭声。这些真实的伤口最后被导演直接保留在镜头里。业内把这种表演称为生理化演技，就是演员的身体状态完全融入角色，连生理反应都是真的。倪萍老师在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的后台，用力拍了拍肖战的肩膀说：“你这表演是真下了苦功的。”这种赋予角色灵魂而非依赖光环的创作态度，成为其撕掉流量标签的核心竞争力。观众现在多挑剔，短视频把节奏养刁了，3分钟看不爽就划走，能把人留下来的，要么情节够狠，要么人物够扎实，而人物扎实往往来自演员在细节上抠得住。一个停顿，一个眼神，一个话没说完的吞咽，都能让人信你活在那个情境里。新公示的行业启示奖项认可作品破圈数据，验证路径的独特性。肖战这个案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他给娱乐圈提供了一条可以复制的路径：专业奖项积累、优质作品支撑、大众数据验证，3步走，环环相扣。第一步，专业奖项积累。75天3座奖杯，从电视剧视帝到国际影帝，这不是靠运气能堆出来的。尤其是金海燕奖那种死亡之组的竞争环境，能在黄晓明、朱一龙、
刘昊然、彭于晏、成龙这些实力派中杀出重围，靠的是实打实的演技。第二部，优质作品支撑。德贤紧致的逆袭不是偶然，4000万成本拿下4.12亿票房，靠的是口碑发酵。猫眼评分9.6，B 站上线5周播放量就超1500万，评分9.5。这分数，这后劲，明明白白地告诉所有人，流量不是原罪，没本事才是。第三部，大众数据验证。微博电影之夜3项破1000万，而且有近60%来自30岁以上的非粉丝受众，这说明什么？说明作品真的破圈了，观众认可了，数据自然就来了。这条路径跟传统模式对比，差异就很明显了。以前是依赖营销炒作、综艺曝光或单一流量运营，现在这条路是专业实力打底，作品说话，数据验证，可持续性更强，口碑效应更持久，对艺人转型的参考价值也很大。很多流量明星想转型实力派，但往往卡在第一步，没有过硬的作品。肖战这条路告诉你，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一部戏一部戏的磨，一个角色一个角色的抠。拍《藏海传》的时候，他刻意减重去贴合角色形象，每一场打戏，每一条淋雨戏，全都自己上，从不找替身，经常熬到凌晨，还在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反复打磨，直到导演和自己都满意为止。这种克制反而强化了其长期商业价值。2025年其23个代言中，18个为全球最高头衔，95%续约率创行业纪录。业内分析认为，他对短期流量变现的舍弃，构建了热度口碑长期生命力的正循环。内娱红的标准是否正在被重新定义？肖战这个案例的核心价值在于证明专业实力与大众热度可以相辅相成，推动行业评价体系向作品加口碑加数据多元标准演进。曾经被颜值营销、数据造假裹挟的市场，如今更认可能触摸历史温度、引发情感共鸣的好作品。电影频道将德贤紧致片段列为爱国主义教育素材。新华社发文肯定其以血肉未炖未加守山河的内核，都在传递一个清晰信号：虚假流量终将失效，真演技与好内容才是立足行业的硬通货。更现实的是，肖战身上还有个挺关键的点，他这几年一直在把流量往表演那边挪。挪得慢不慢？慢。挪得累不累？肯定累，可慢有慢的好处，就是不容易崴脚。很多人提到转型就想着一步到位，结果往往是步子太大扯着当。银幕搭档这一项挺微妙的，真不是拉个大咖就行，有时候两个都很红，站一起反而像两束强光互相打架，观众只觉得刺眼不觉得好看。而搭档这东西更像打球，你的会传球也得会接球，别老想着自己扣篮。从这个角度看，年度银幕搭档推荐值也破1000万，说明至少在相当一部分观众眼里，他的合作不是我一个人独美，而是能把对手戏的气给接住。这对演员是加分项，对作品更是救命稻草。我认识一些普通观众，不混圈也不追星，评价演员就一句话：别让我出戏。他们也不管你数据多少，资源多硬，造型多帅，就看你一张脸能不能在镜头里讲故事。而肖战的路径更像传统艺人那条老路，先被看见，再被审视，再被挑刺，最后看你能不能把刺一个个抹掉。这过程一点都不浪漫，甚至有点像在胡同口排队买早点，别人插队你也得忍着，轮到你了手脚还得麻利。你说巧不巧，越是这种被放在放大镜下的艺人，越容易在某些节点上显出差距来。因为一个眼神不对，一个台词发虚，一次宣传用力过猛，都会被抓住放大。而他这次热度起来，
评论区反而更多是稳步偏科、没短板这种词，至少说明舆论场的情绪没往失控的方向跑。当然，热搜也不是奖杯，数据也不是勋章，大家爱看的是你下一次还能不能交卷，而且是换题型还能交卷，不是每次都靠同一道题吃老本。我倒是更期待他接下来怎么选角色，别老挑安全牌，安全牌拍多了，人就容易被框住，观众也会审美疲劳。而一旦敢去演那种让人不舒服的人物，反而更容易把演技打出来。再说句掏心窝子的，北京话讲靠谱2个字挺重，能在娱乐圈里被人说一句这人挺靠谱，其实比顶流更难，因为顶流靠风口，靠谱靠日常。肖战这次75天3连冠加3项破1000万，像是把专业在线作品能打观众买账。3句话一次性说完了，挺利落，也挺狠。别的艺人看了估计的嘀咕2句：这哥们儿怎么不按套路只赢1颗，非得3颗都卷？行吧，热搜总会换人，数据也会起落，可要是有人能一直不偏科，咱普通观众就当捡着了，因为少刷点营销，多看点好戏，才是正经享受。当奖项和流量开始互相成就，下一个能复制这条路的艺人，需要的恐怕不只是运气，而是那种能把流量烧成灰再重生的勇气。您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呗？